我是赵康，欢迎来到 TVB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陈婉慧委员、尹乃菁小姐、柯震委员、叶元之委员、林涛议员。好，美国昨天揭发这个川普写信了现在是很少人写信了连男女分手都发个 line 就算了，还写信嘛川普就写信，还是老是写信给你们14个国家。最高的关税40%它有一个表了。大体来讲，这样讲，我们比较关心的是韩国25%，日本25%。大体来讲，跟他4月2号那个解放日 （Liberation Day） 差不多，差不多那另外呢，这个他明天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差了9号的中午，他要再公布7个贸易7个国家。那台湾这边里面不知道，他也不讲是给谁他就反正玩你们。他知道的，川普玩的可高兴了每天在那边搞，大家随着他起舞以前你说那个台湾的报纸头版头哪有登什么美国什么新闻？没有，除了跟我们断交什么那个时候。现在每天都是川普的新闻从前面1版到后面怎么7版、8版、9版、10版都他我想不是台湾，全世界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子那日本跟韩国呢说被加了25%关税，要加速协商，什么意思？就告诉你25%还可以协商的。对啊因为他说8月1号开始生效，你现在离8月1号还有3个礼拜，还可以谈呢。而且我认为8月1号以后不见得就不能谈，还是可以谈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又突然宣布一个对全世界这不管哪一个国家，同进口加50%的关税，药品可能要加200%的重税。药品到200%呢？川普说那就到美国来设厂。他的目的像这种搞到什么200%，就是你来设厂。像当时他说这个半导体要收100%的关税，记得吗？所以你台积电就去了。但我这样一讲，你就来嘛。所以药厂很多药厂，现在台湾也不少药厂已经说要在美国扩厂。然后欧洲国家的药厂要在美国扩厂台湾药厂不多了，欧洲很多要扩厂那铜很重要导电什么，你看里面铜在工业用途非常多、非常大的是要收50%，而且这是无差别，全世界都这样收那另外呢，川普说我不是 taco 我不会这个 chickens out， 所以呢8月1号不会改变了那但是呢，归他讲，大家还不是那么相信那另外呢，智利会是很重要的这个产铜，有铜矿嘛所以呢，可能这个会被征比较多的关税，铜价一度涨了17%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制造业那等等呢，其实都蛮这个压力蛮大的那另外呢，这个当然有一些可能有获利的嘛，这种东西就几家欢乐几家愁了那另外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他们说2次让关税暂缓，所以呢，川普坚持不会再延了，因为主要川普被人家骂太难听了那昨天有媒体报道说，从2月、3月开始，川普对关税已经态度改变了27次，就是小改变、大改变加起来27次。这很难堪嘛，对不对？你这搞什么鬼那另外呢，这个还有除了什么各国关税以外，半导体还有另外一个税率，说呢这个最快月底就会揭晓那另外呢，川普预告欧盟再过2天就会收到关税信，原来是说欧盟跟印度跟美国谈得不错，但现在显然还没到最后的这个决定，所以呢，我就给个信你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就写个信给你这个艾德美敦书ultimate letter 那第二降我要分手了，我要收你关税了那另外呢，这个范德兰欧盟说呢，会跟中国贸易寻求再平衡，主要希望放宽稀土的出口，不要管制我的稀土了马克宏最好笑了因为法国一直想在这种混乱的时候能够突出他的外交的独特性。他说欧洲要摆脱中国跟美国的依赖，否则的话呢，我们会慢性死亡。讲得很好，但是我告诉你，不可能，欧洲不可能为什么呢？欧洲人社会福利多好欧洲人7月1个月休假哪一个国家1个月整个月？我以前这个做贸易的时候，4、5月就接到欧洲公司来信了，你要订货，你现在赶快订，到了7月全面休假，到了7月1个人都找不到，是不是？你怎么跟人家竞争？怎么去竞争？不可能的。你要在法国开个公司、开个餐厅，那个麻烦到你就算了，宁愿死不要开了。我遇到很多朋友这样讲，是欧洲怎么可能
这个最早的时候，大概在30、40年以前，我们到欧洲旅游，到周末也都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了，店通通关门，什么都关门等等。所以美国人都比他勤快，美国人都比我们看美国人觉得已经很懒散了，美国人都比欧洲人勤快。那不要中国人了，对不对？你怎么可能说不要依赖中美呢？又不要依赖中，又不要依赖美？我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宏也想改啊。他想把那个退休年龄延个2岁，也希望假日的时候呢，大家能够这个商店能够开。被人家抗争死的，差点把他把他拉下来了，变成这样。我们看一下。They treated us very badly until recently. Now they're treating us very nicely. It's like a different world, actually. They've treated us very badly. They were among the toughest to deal with. Actually, in many respects, they were much worse than China. We're probably 2 days off from sending them a letter. We are talking to them.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a letter means a deal. 有来谈就是表现良好。川普说，欧盟这2天就会收到关税信。川普还在社群媒体预告，台湾时间周3晚间要公布下一波关税的税率，有7个国家，有谁在列呢？川普没有明讲。And now today we're doing copper. What would that tariff be on? The sectional tariff? I believe the tariff on copper, we're going to make it 50%. 50%. 川普威胁下一波要对药品课征高达200%关税，对铜课50%，铜的期货价还一度飙涨超过10%，但这招也不是每次都有效。The tariffs, as you know, are starting to come in at record levels. Tremendous amounts of money are coming in to our country. We will have taken in about $100 billion in tariff income thus far this year. 每天都喊关税，8月1号课定了，关税发大财，但投资人也听腻了。Welcome back to the brief. U.S. stocks closed mostly lower Tuesday amid another surprise tariff announcement from President Trump. 不仅美国股市涨跌平淡，周3亚洲股市也一样，日经指数平盘上下徘徊，南韩 Kospi 指数、台股加权指数甚至还小涨。来，这。我觉得目前的关税谈判呢，因为目前还没有明朗化哦，所以大家我说实在不用唱衰，但是也不用太过于乐观因为目前为止完全是取决于川普他怎么样去思考啊。但是你先不要管，到最后我们到底是如何，我相信目前的执政党真的如果说你低于24、25，就是低于韩国、日本以外大概就会觉得就会把一个丧事变成喜办，就告诉你看我们这个数字就是降下来。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汇率好不好，已经高达14%，单日还曾经到2.5% 过，这是什么样子？所以因为来得很快，所以说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用汇率的避险，所以说呢很可怕。现在目前为止，我周围边的朋友只要做进出口贸易的，每个人就已经惨淡到一辈子没看过他们这么辛苦过所以说呢，你要看到说到最后我们所揭牌的，所以我常说嘛，川普开讲比总统开讲来得更重要，好不好？总统开讲不重要，川普开讲比较重要，但是不能只是靠那个数字，我们要看看我们让利多少。像说你看24、25的日韩，他在阿拉斯加的这个所谓天然气的开采，他们没有同意啊，我们台湾同意了，台积电也去了，我们还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我们如果这个时候还高于韩国跟日本的话，我觉得台湾真的执政党不要混了，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总统前天不是有50分钟的跟这个谈判代表吗？视讯没有一个财政专家，没有一个。那总统所讲那4大点就叫废话，要维护台湾的这个什么东西，然后要我们产业，让我们国家人民利益谁不知道？难道你不相信那几个到美国去谈判那些人？你讲这句话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吗？所以这个东西就充满了。大家都不知道那个黑箱到底是如何。我比较关切的就是因为像医疗系统，你刚刚说这个西药已经200% 了，你不要忘记，我们台湾大概有75%的药品是靠国外进口，我们出口反而是比较少。但是呢，我们出口当中呢，西药出口当中，特别是学名药，美国是我们最大宗，大概占了58.9%，而且呢，这个已经达到了185亿。虽然说不是跟别人比起来不是算多，但它起码也是。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虽然出口到美国不会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因为量少。但是你不要忘记整个供应链、整个成本、整个承销，还有呢，我们现在目前的健保的药价已经被砍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的市场不够大。所以美国在考量这么多的因素当中，他搞不好根本很多的药不给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是缺药了，所以难怪这个药师工会不断在呼吁嘛。如果我们现在需要1万颗药的话，你就应该先 order12000颗，你要把那个量趁这个时候混沌未明的时候，赶快把那个量用足，否则这一系列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很惨。所以你不要看台积电，你好像是透过 WHO。
开始做了一些协讨，我们目前有部分是零关税，可是你光是这个运输还有成本等等之类，这些全部转嫁下来，我说实在的，这次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你是低于日韩，我还是请求大家还是看看这到底对我们产业整个发生的影响，不要再去美化数字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非常关键的时候了。所以说呢，执政党应该大家就好好面对问题，对我们产业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大家共同的解放，千万不要在数字上面去做文章。BBC 说川普关税很强硬，但是呢，大多数国家也不让步，所以呢，就算市场平静，只是一时平静，而且川普随时会出一个新招。哦，像铜啊，下次钢啊，下次什么半导体啊，下次药啊，下次他们随时有新招可以出来哈。不过我发觉蛮好笑的，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说自己谈得不错，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国内政治，他都要选举。日本也说谈得很好啊，说日本说，他原来跟我们35%，现在只跟我们25%啦，谈得不错，我们会继续谈，但是比之前好啊。哦，所以呢，每一个国家他都要跟国内讲说，我们谈得不错，谈得不错。我到现在还没有哪一个人说我谈得不好的，哦，都骗国内。包括印度当时打仗都说自己打得不错，虽然今天承认了，说自己好像打得不太好，但是当初都说自己打赢了，原来就是国内政治。那川普从这角度蛮厉害的，先给你搞个很高的关税，然后你看少了1%，哎呀，我知道少了1%也好啊。哦，这个王慧怎么看？我觉得就像赵大哥讲的，其实很多国家到现在，他当然是要跟国内说，他其实谈得还不错哦。就以日本为例好了，我观察了一下，日本今天的9号的这个股票是上升的哦，因为呢，他们原先以为他们的这个关税会拿到，因为川普是讲30到35%，好，所以他们后来拿到25%，所以国内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们的股票今天都涨了哦。但是我想在这一波里面，就像刚刚智恩讲的，我们一直比较关心的，再也不断提醒的是说，从4月份知道拿到这个关税32%之后，到底我们的赖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什么，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那他所PO出来的那个照片里面，我们看不到一个财经专家的时候，确实我们会非常的担心哈。所以其实包含黄国昌都讲嘛，这个媒体问他，他就觉得他很难评论呐，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交出来的各个产业可能会因为这一次川普的这个关税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希望他可以交出的报道，到现在也是交不出来这样子。所以你要这个过程当中再也不断跟他说，那我们在也非常多的这个专家嘛，大家也很愿意为了国家相关的产业，大家一起来努力。可是大家也看到，其实赖政府就是关起门来，他们就自己干这样子，所以也不让太多人参加这样子。所以呢，这过程的不透明，其实会让大家很担心。我这个观察是说，包含国内的工商团体的大佬，其实都有出来讲，其实他们到现在还是非常担心的。就像刚刚智恩特别提到，如果是拿到15到20%，那只是数字上的游戏，因为我们的汇率已经跌了。已经是算是14%的，对，升了14%了哈。那这对于这种利润毛利很少的，像机械零件业的这一些产业来说，是影响非常大。上个礼拜我还特别注意了一下，劳工团体是有出来讲话的，他说对于4100亿里面，也只有不到900亿，好是作为这一次的这个对美关税相关的一个费用，里面有关劳工的部分还是旧政策，他做的是等你失业之后，他来给你训练，然后希望你再进入职业市场。对劳工朋友来说，他们希望在这一波你政府挺住的是他们不会失业。好吧，就说到底台湾会怎么样，可能很快就会揭晓了哈。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赖清德在昨天跟他们这个到美就谈判的这个团队视讯会议啦，提了4个原则啦，不是4个原则很空泛的，什么要顾虑国家利益啦，有讲跟没讲这个产业利益啦，国民健康啦，粮食安全啦，谁都会讲啊。那这讲了半天讲的什么哈？那另外呢说台美谈判很保密，为什么保密呢？可能怕会有比较大的让步。因为怕农民抗议啊，或者是相关这个业者抗议啊等等哈。那国安人士说呢，还继续谈就好，继续谈就好哈。那另外呢，吴思瑶说呢，大家要信赖政府哈。然后呢，工商界说不敢乐观了，因为没有列首波。不过这点我看法不太一样哈，因为首波那14国并没有什么好啊。那14国有什么好？那14国就跟那个4月2号内容是差不多的嘛。那就台湾就是32%，了不起给你30%，那有什么好呢？没有什么好。所以我觉得没有列在首波也不见得不好，但是你说一定好也不一定。但是至少
首波并没有什么好啦，哦，所以他说没有列首波就好像不乐观，也未必，列首波也没什么好乐观的。所以你现在综合看嘛，你答应美国什么？你到美国投资了什么？然后呢，你的关税到底守到什么地步？我们到底这个关税的是0呢，跟越南一样呢，还是有些要保护的？哦，那美国也看这个嘛，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你的这个汇率到底升值了多少？那日本现在汇率是贬的，原来140，现在变147啊，所以还是贬呐，哦，所以它那个贬已经等于是贬了5%嘛。那边25%，这边5%，等于其实只剩关税只有20%啊，哦，所以呢，你要这样加起来看啊，那我相信啊，我们就是数字了，那个业者才会自己那边算，每一分每一秒都他自己的肉啊，哦，那另外呢，就是呢，川普的关税长期是不确定的，它随时会变的，所以呢，企业因应也蛮困难的，不容易了哈。那许淑博哦说呢，不能像越南一样，越南是20%，但越南转口40%。哦，所以对台湾也不见得不会给你转口哈，就算不给转口的话呢，那越南是20%，那你会多少？哦，那另外呢，这个企业现在说如坐针毡，哦，商总说呢，许淑博说如果超过20%就应该道歉，哦，差不多也就这样，我认为就差不多20%左右，15到25之间可能这样啊，但是我就讲你让了什么很重要了，哦，你让了什么可能更重要啊，那当然还好了，现在没有看今年，只看去年。但是如果我是美国谈判对手，我会不看今年吗？上半年我们对美国出超第一次超过对大陆出超，我们对美国出超550亿美金，上半年我们对大陆出超哦，这个300多亿哦，大概我看是到360亿，我都算总数，对美国出超550亿，对大陆出超360亿，所以突然之间，那如果你上半年550亿美金乘2，不就是1100亿了吗？去年也不过739亿啊。但是当然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因为上半年大家拼命出口，哦，赶快把那个货送出去，在你关税还没有确定以前，赶快送，所以美国仓库里面堆满了库存啊，所以呢，这个鲍尔才说7、8月才能看得出来到底这个关税的影响，因为前面大家都放在仓库里面。那昨天呢，这个美国查出来说，通货膨胀并没有特别上升，没有因为川普的关税，川普昨天就指着鲍尔说：“你给我滚蛋！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你这个坚固，这么顽固，我应该换一个愿意降低利率的人。但是因为现在其实还看不太出来，哦，但是大概再过1、2个月，慢慢就会显现。哦，但是呢，美国如果说你看你今年比去年对美国这个还出超，我们就很麻烦。不过还好，他现在主要是川普那个公式有没有？那个对等关是按照去年的贸易来算的。如果又按照今年的话，我们就不是32了，今年可能就到了35或40了。哦。那另外呢，现在说我们是不是没有翻脸的本钱呢？而且我们筹码都给光啦，所以呢只好认美宰割啊！哦，现在反正大家看嘛，到最后会怎么样？那黄国昌说呢，没有办法评论啊，因为是黑箱谈判，根本不知道他谈些什么东西啊！哦，我们看一下。谈判没有结果，是因为美猪美牛禅定的标示吗？还是汽车进口关税卡关？在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开讲前，总统赖清德7号深夜与谈判小组视讯通话，参与的还有副总统萧美琴面色凝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代表外，在华府端则有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国安局长蔡明彦，双方视讯50分钟。跟美国谈的还会顺利吗？有预期会比32%还要低吗？总统下令4大任务要争取出合理关税，因为看到川普寄出通知信，有14国收到，像是这封给日本的，表明必须摆脱关税与非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所造成长期的贸易逆差。8月1号起要征收25%关税，与4月公布的24%增加1%。另外，韩国也是如此，跟谈判前维持一样。这么乖的小弟，到底会25还是15还是多少？不知道。如果20几以上，我看他就是把我们当那个叫什么奴婢啦。你假使真的比日韩要高，你要跟国人公开谢罪。你为什么放了这么多的好处出去，结果你得到成绩这样？人家日本、韩国也没放啊。但是目前来讲都没有消息，不见得是好消息啦，因为表示有卡关。表示有很难谈判的地方。在8月开征前，日韩税率还有变数，但我方仍在谈判中，让步空间恐怕不会少。好，南京怎么看？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啊，就在于是说，一切呢都取决于川普哈，他最后的这个一念之间，而且他的公布的这个时机呢，我觉得基本上呢，
好像在操作这个华尔街这个金融一样哈。你今天的它的第一波的这个14个名单里面呢，除了这个日韩以外，它以这个东南亚国家为主哈，然后跟中国大陆的贸易往来非常密切的这些国家，是中国在中国大陆呢第一波就是。当中国大陆呢自己的产业升级，然后在环保上面的要求也提高了之后啊，然后劳动力的成本呢也相对来讲增加的时候，就转移到了越南啊、柬埔寨啊这些国家，就跟这个中国呢有这个密切贸易往来的啊这些国家，还包括一个非洲的国家，通通都在里面哈。所以呢，它的目标对象呢是非常明显的啊。所以呢，中国商务部呢才会在今天的时候就讲说，美国呢如果要刻意的拉开一个非红供应链的话，当这个伦敦谈判到期的时候呢，双方呢会有针对美国新的这些举措呢，要再采取这种新一轮的哈，就还会有新轮的过招了哈。那就法国来讲的话呢，欧洲的整体呢本来就在面对于美国跟中国哈两个这么大的哈，一方面两边都有市场哈，两边都有这个特别是欧盟，他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呢，它所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贸易上面呢，他们呢有些获利，有些不获利啊，有些是他们要保护的，有些他们不要保护的。欧盟的状况又特别的复杂哈。可是呢，美国呢在这一场的这个关税谈判里面呢，它打的就是一个综合国力战嘛哈。如果纯粹就关税谈判来讲的话呢，他怎么有这样子的道理？说我单边的是跟你讲说我要加你10、加你20、加你30，那你就必须买单。他就是因为背后还有他的军事实力啊，然后美国的市场，它的高科技上面的这个优势，所以使得这些国家呢又不得不就跟着这个川普的大棒这样走。我觉得对台湾来讲呢，我觉得在这整个的谈判的过程之中呢，最让台湾的民众还有各行各业呢，感到呢觉得惴惴不安的地方就在于是，我们不是第一次经历跟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或是贸易谈判，可是却从来没有一次像这次一样，从4月2号的解放日那天开始到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经贸部门经济部部长何志辉根本不在这个谈判团队里面。然后经济部的中小事业处、国贸局，然后还有劳动部、农业部，他们本来就应该在这段时间里面密集的跟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开会啊。如果说关税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阶的时候，哪一些产业呢会受到伤害？如果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哪些会受到伤害？如果今天呢美国呢压迫我们压迫台湾稻米要零关税进口的话，我们的农民怎么办？然后如果说今天呢谈到一个数字不管说是15%也好，18%也好，你加上了这个汇率的这个升值的时候，到底有多少的这个企业，有些的很多的员工，他就会失去他的工作权呢？前几天劳工团体到这个劳动部去抗议，说我们要工作权，他也没有接到也没有接到劳动部很轻的那种对待啊。所以我们这个的团队，什么杨珍妮啊，然后郑丽君，对，他们过去有什么样的谈判经验，有什么样的交手的经验？你会觉得说美国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们？更何况我们这个政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通通都让啦。那你还有什么筹码？我觉得更可笑的是，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蔡明燕也在谈判团队里面，他说什么是要来展现什么我们跟美国之间的那种军事上面的韧性。我没有什么韧性啊，就是你告诉我要买什么武器，我们照买就对了。我们在军购的这个部分呢，都不在他的这个清单里面，我们到底还有什么筹码？筹码剩下来，我觉得这才是让大家觉得很不安的部分。而且特别的令我生气的就是说，我们为了办这个大罢免要花10亿到12亿，你这么一大笔钱拿来去给这些的企业、农业，他们来做因应基金有什么不好呢？花这么多钱，结果政府那个编列的那个4100万的那个的钱，1100亿里面，真正要给到中小企业只有1500亿，这像话吗？
沈乃金是没有看过大钱的，真的，他元万跟亿是一样的。没有，我的意思说，政府实在太浪费钱了。是了，真的是，政府根本不把人民的钱当钱了。对呀。川普昨天公布的14个关税，亚洲就占7成，因为亚洲赚美国钱赚的比较多哈。北京警告说，你如果牺牲大陆要换关税减免，我要反制你。这不是讲美国，讲任何国家，如果你牺牲为了讨好美国，牺牲我会反制你。休息再回来。